被对手称为恐怖的进球机器。他还获得过无数足球界的最高奖项和荣誉。这一切的背后，除了天赋外，还有 C 罗超乎寻常的自制力。科学健康的饮食、超强度的训练和健身、补充。每晚8点，聆听读者，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。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：自控力才是一个人的顶级魅力。杨迪那条30岁的年龄、50岁的眼睛的微博，令众网友唏嘘不已。杨迪因为左眼明显肿起来，就去医院检查，然而医生给出的检查结果却吓坏杨迪和妈妈。医生说，他的睑板腺腺体都已经萎缩消失了，左眼的情况还要严重，他的形态就如一个50岁的人的眼睛。另一个医生检查时，发现他眼睛里的肿块破裂了，肉芽组织、囊壁组织都窜了出来，残留物会反复感染复发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。杨迪问能否通过自身调理进行保守治疗时，被医生一口否决，不可能。然而最为担心杨迪的是陪在一旁的妈妈。听到医生的回答后，杨妈妈脸上写满了不安和紧张，整颗心都揪了起来，还心疼地责备杨迪，电脑手机每天不离手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曾指出，手机对人的危害不仅局限于上瘾性行为，对身体上的伤害才是最大的隐患。长期使用电脑和手机会对身体形成一种慢性刺激，轻者记忆力减退，注意力不集中，重者则会失明。就像杨迪的这种情况，就是日积月累的结果。小说《探险手札》中有句话说明了问题的根源：一个不能让自己保持健康的人，往往意味着自制力不足。一个自制力不足的人，在工作或者其他方面也容易出状况。深以为然，因为能控制好自己的人，才能控制好自己的健康和人生。毫无节制的人生有多可怕？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：明明很困了，还是舍不得放下手机，去刷剧、刷抖音，不到3更半夜就不想睡，口口声声说要减肥，碰到奶茶、烧烤、炸鸡，却又忍不住大快朵颐。身体已经出现状况，却还是烟不离手，酒不离口。你以为活得快乐潇洒，尽享人生的畅快，殊不知这些垃圾快乐，终有一天会迫害你的身体，损坏你的健康。你所谓的人生快乐，早已被你提前预知，剩下的便是病魔带来的痛苦和折磨。这新闻让人感到纵欲的可怕。杭州一家医院接连就诊了3位90后癌症患者，25岁的小伙儿肝癌晚期，22岁的姑娘确诊胃癌，29岁的年轻妈妈确诊黑色素瘤。这一个个风华正茂的年轻生命，却因为长期熬夜、低端外卖、缺乏运动等等，不得不忍受病痛的折磨。还有上海一位18岁的女孩突然昏迷不醒，被送到 ICU 抢救。入院后，她的各项指标都不正常，甚至有的指标还到了危急状态。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女孩视奶茶如命，每天要花100多元点外卖奶茶、可乐等甜饮，炸鸡和披萨也是女孩的长期爱好。总以为年轻是可以肆意挥霍的资本，谁料疾病早已盯上了这样毫无克制的人。心理学著作《暗示与自我暗示》中有句话：自制力就意味着健康。没有自制力的人，他无法摆脱欲望和诱惑的纠缠，从而陷入自我麻痹的深渊，无法自拔，最终毁了身体，也毁了人生。而那些自控力强大的人，都有清晰的认知，有长远的目标，更有顽强的毅力。在面对外界的诱惑和干扰时，他们常常不为所动。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掌控好自己的人生。自控力是身体的一场内战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凯利·麦格尼格尔曾提出，人的大脑有2个自我，一个是任意妄为、及时行乐的自我，另一个是克服冲动、深谋远虑的自我。意志力驾驭于2个自我的3种力量是：我要做，我不要，我想要。当有外界的各种因素来刺激人的大脑时，身体就会释放出2个自我，
一个自我是我要做，另一个自我是我不要。最关键的是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当两个自我为了各自的立场不断拉扯时，就会出现一方击败另一方的结局。自控力的强弱，最终决定我想要的结果。朋友有个表妹，从小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空姐。前段时间，她和一个同学去报考了空姐考试，经过第一轮的选拔，她就被淘汰了。原因是她身材微胖，没有达到空姐的体重标准。而她的同学凭借着姣好的面容、紧致的身材、优雅的谈吐、自信的微笑，成功入围。朋友的表妹虽然心里无比向往空姐的职业，但是对自己身材上的控制依然不严格。办好的健身卡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说好的控制甜食和各类饮料，只要有谁诱惑她会马上两眼放光。然而她的同学却做足了备考准备，不仅严格控制饮食和每天的健身锻炼，而且还报了形体班。非常赞同这句话，真正的努力是一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，又能时刻投入当下和其中的自控力。我想要只是内心的一种期许，实现与否，最终取决于自控力的强弱。自控力才是一个人的顶级魅力。娱乐圈中有很多童星年少成名，从此踏上演艺道路。然而有一位童星，他与其他孩子的选择不一样，他就是和刘雪华合作演过《春天后母心》的叶子。叶子在7岁时就小有名气，却在演艺事业一片光明的时候，他依然选择退出娱乐圈，并以633的高分考入了清华大学。他也是唯一一个考入清华的童星。从小学到高中，他除了拍戏，就是心无旁骛的学习，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样的未来。在高3那一年，叶子因为复习，没有碰过一次手机，没有看过一部电影。最后，借助于超强的自制力，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。吴为在自控力中写道：自控力是掌控自己内心的能力。一个人只有征服了自己的内心，才能征服外面的世界。只有提升自控力，才能由内而外地掌控自己的学习、工作、健康、生活和命运。被称为世界最伟大的球员之一的 C 罗，因技术全面、射门精准有力，被对手称为恐怖的进球机器。他还获得过无数足球界的最高奖项和荣誉。这一切的背后，除了天赋外，还有 C 罗超乎寻常的自制力。科学健康的饮食、超强度的训练和健身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每晚保持在11点前睡觉。这极为严苛的自控，让35岁的 C 罗拥有着20岁的身体。富兰克林曾说过：我从未见过一个勤奋、谨慎、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。良好的品格、优秀的习惯、坚强的意志，是不会被假设所谓的命运击败的。只有拥有自控力的人，才能左右生活；没有自控力的人，只能被生活左右。从现在开始，管理好每一天的自己，做一个有自控力的人。就像网上有句话说的那样：失眠也要早起，郁闷也不要抽烟，身材好也要常运动。收拾好自己，投入200%努力去工作学习，然后坚持下去。自控力改变的不仅仅是你的外在，还有健康的生活和积极向上的内心。当你享受到这一切带给你真正的快乐、充实而长久的快乐时，你早已变成了更好、更优秀的自己。自控力才是一个人的顶级魅力，它能让你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，能让你拥有无比精彩的人生。与朋友们共勉。关注读者，感恩遇见。每晚8点，聆听读者。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。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：自控力才是一个人的顶级魅力。杨迪那条30岁的年龄、50岁的眼睛的微博，引众网友。每晚8点，聆听读者。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。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是：世上最难走的路是捷径。哲学家培根说，人生如同道路，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。
从来不走捷径，因为越是选择了容易走的路，往往就是走投无路。不把走捷径当作唯一的出路。莎士比亚说：“不应急于求成，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，锲而不舍，时间会成全一切。凡事开始最难，然而更难的是何以善终。”影视剧《纸醉金迷》讲述了在抗战时期的故事。魏端本和妻子田佩芝婚后过着清贫的生活。魏端本每个月从政府领来的工资，凑合能让家人吃饱饭。但是田佩芝骨子里就羡慕有钱人的生活。她在朱四奶奶介绍下认识了钱先生，钱先生要包养她做情妇，田佩芝却非要钱先生明媒正娶。后来钱先生答应要娶田佩芝，他以为阔太太梦终于要实现了。当他梦想着去上海做阔太太的时候，没想到钱先生成为了大汉奸，而他也作为汉奸情妇被抓进大牢里。丈夫魏端本四处求人，才把田佩芝保释了出来。田佩芝被保释出来以后，在街上被人认出，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最后他受不了屈辱，撞车自尽。奇葩说中，陈明说过一句话：只要人生中有捷径，捷径很快就成了唯一的路。20不惑中，梁爽家境条件一般，他每天都要花大把精力和时间在脸上，希望能够傍上大款，改变命运。后来，他通过在游乐园打工认识了富二代陈卓，随后梁爽就跟着陈卓住别墅、穿名牌。梁爽自以为过得很幸福，还打算毕业就结婚。两个人同居2年以后，富二代突然对他冷淡起来。有一天，他发现富二代已经和一位富家女订婚了，而他居然成了第三者。梁爽伤心不已，2年的感情付诸东流，过去的海誓山盟不过是过眼云烟。残酷的现实让梁爽心碎不已，在宿舍买醉。认清现实以后，他决定靠自己的努力找工作养活自己。人生中所有的捷径都是明码标价的，所有看似捷径的路上都暗藏陷阱。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，我们还是要自己慢慢的去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去想着抄近路走捷径。只有不把走捷径当作唯一的出路，人生才不会走投无路。走捷径，吃亏的终归是自己。疫情期间，内蒙古孟某某、韩某某发国难财，在疫情期间因发布虚假口罩信息，诈骗11万余元，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困扰。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并宣判，以诈骗罪论处，判处孟某某、韩某某有期徒刑3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。在危难的疫情期间，他们想发国难财致富，可最终把自己害了。查理芒格说，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它。无论做什么事，走捷径，试图不劳而获，最终吃亏的都是自己。曾看到过一个视频，主人公张勇住在大杂院里，隔壁丹婆婆做熏鹅生意赚了不少钱，但是他认为这样做生意太辛苦了。他在成都看别人玩一种鸭大小的扑克机游戏，一堆人围着一台机器，都争着往上面压钱。张勇想，如果有这样一台机器，那赚钱不是很快吗？但是这机器是赌博用具，不会公开售卖。张勇还是想买台这样的机器，几经周折找到了售卖机器的人，结果对方要5000块。张勇筹钱买了下来，然而回去后发现这是台假机器。前后两光的张勇终于认识到了，想要赚钱必须脚踏实地。于是张勇放弃赚快钱的捷径，踏踏实实做起了火锅生意，走上了餐饮致富的道路。每个人都想要赚到钱，但真正想要积累财富，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做事。每一份辛苦的付出，生活都不会辜负你。古语说：“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”想要过上豪华的生活，自己必须有真正的实力。就像盖房子，必须打牢基础，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斗歌。一步一个脚印，一切交给时间。俗话说：“欲速则不达。”越是着急成功的人，越喜欢寻找捷径，就越容易掉进失败的陷阱。李子柒因为拍摄传统文化内容而走红，走红后，很多广告商想要给他投广告。面对巨额广告费，
他的合伙人刘同果断拒绝，因为他认为李子柒的价值高于眼前的一切利益。他为李子柒规划的发展路线是不赚小钱，不赚快钱，不赚影响格局的钱。他让李子柒全身心投入到视频的创作上。果然，视频内容蒸蒸日上，李子柒日渐成为一个文化输出型的网络红人。李子柒的成功有刘同长远目光的加持，也有他脚踏实地的辛苦努力。乔布斯曾说过，成功没有捷径，你必须把卓越转变成身上的一个特质，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天赋、才能、技巧，才能把其他人甩在后面。陈维是滴滴出行创始人。2012年6月，陈维想要改变中国人的交通出行质量，决定先把打车软件做好。他找到外包公司帮忙做软件。2个月后，软件完成了，但是不能使用。对方解释是，这样的软件只有50%的概率可以响，也就是用户通过这个软件每呼叫2次，出租车司机才能响1次。技术不靠谱，无奈之下，他找到了腾讯和百度的技术人员面谈，但是没人愿意跟他合作。举步维艰时，一家出租车司机愿意合作，陈维感觉迎来了曙光。但是订单又面临难题，司机每天开着滴滴软件，浪费了好多流量，还接不到1单。为了让司机对软件有信心，陈维甚至专门请了一个人，每天只负责打车。为了组建强大的团队，陈维用自己的执着打动了刘青，请他加入了滴滴团队。2014年，滴滴打车正式上线，后面的故事呢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说过一句话：所有我们完成的美好事物，没有一件是可以迅速做成的，因为这些事物都太难、太复杂。人生的路虽然难走，但是通向成功的道路没有任何捷径。关注读者，感恩遇见。每晚8点，聆听读者。各位听友们，读者原创专栏现已全新上线，关注读者首页即可收听。今晚读者君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佳音。到了一定年纪，不要窥望别人的窗。俄罗斯作家邦达列夫说，人类所有痛苦的根源都源于缺乏边界感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90%的人际关系苦恼都是客体心理边界不清导致的。心理边界。每晚8点，聆听读者，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。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，30岁前养成这个习惯的人都赚翻了。经常读书的同学肯定碰到过这样的问题：看了很多书，记住的却没有多少，时间长了，连书讲啥内容都不记得了。这是因为我们太相信自己的记忆，觉得只要看过了，就会留下些什么。但这种记忆并不牢靠。野奥先知认为，如果想在读完每一本书后都有扎实的收获，就需要有技巧的写读书笔记，并养成长期的习惯。采访许知远老师时，曾问他平常是怎么读书的，怎么能记住那么多内容。我们一般人读书往往是读完就忘掉了，有印象也是那种明明记得看过，明明很熟悉，却始终想不起来的状态。而他不一样，那些读过的书如同刚刚吃完的一顿饭，他不仅能细数其类别，还能挨个给你点评每一道菜的味道。面对提问，许知远老师淡淡地说，他并没有什么高超的技巧，不过是比旁人多做了一份读书笔记，然后隔段时间再重温罢了。不过由于时间问题，许知远老师并没有详说他是如何做笔记的。想来也是奇怪，小时候刚开始读书的时候，老师邀请我们读书写读书笔记，却没告诉我们该怎么去读书，以及该如何做读书笔记，以至于长大后我们的读书方法还停留在简单的阅读层面。翻开一本书，看完就完事，仿佛只要读了就可以了，能记住多少，能用到多少，就看个人天赋和悟性。但奥野先知认为，只是简单读过就算没有读过。如果只是用眼睛看过，而不是记在脑子里，读再多的书也没有用。俗话说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这句话用在读书上也是一样的。在读书过程中，如果用有效的读书方法加以辅助，大脑会记住更多的精华内容，读书效果也是事半功倍。
日本是一个特别讲究方法的民族，在他们眼里，茶有茶道，花有花道，世间万物都有道。在这里的道，其实可以解释成方法，或者是规则。奥野宣之是一个研究读书道的人，如何有效阅读一本书，就是他的研究成果。有读者说，这本书中介绍的方法虽然没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，但实践以后能收获惊人的效果。对我们这种读书从不讲究方法的人来说，更是如此。如何有效阅读一本书中，奥野宣之主张用读书笔记来管理读书生活，并从选书、购书、读书、记录、活用5个方面，来教会读者如何使用读书笔记，提升阅读的质量。在这里，我们主要讲解如何选书和如何读书这2个相对比较重要的部分。选书，怎样选择自己真正想读的书？书中推荐了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列出读书清单，一般是在读书笔记本的后面部分，记录下日常生活中自己想要阅读的书。这个只要简单列出书名和作者就可以了。倘若不嫌麻烦，还可以加个备注，比如自己为什么要读这本书，日后翻看时也会更有动力去阅读。豆瓣的想读功能就是这个原理，读者可以把自己想要阅读的书加入阅读清单，比如朋友推荐的、各种书单推荐的。上面这些都是明确知道书名的，但有时我们可能瞬间冒出想要读理财、心理学、经济学、婚姻等方面书籍的想法，这时候就可以在读书清单上记录下模糊的方向，日后再去搜索此类书籍即可。另外一种需要记录的是书友书中推荐的书籍，比如你正在阅读的这本书中，作者提到了哪些书籍，或者参考了哪些文献，甚至是某些观点、案例的出处，都可以记录下来。这些书跟你正在阅读的书之间肯定有内容的关联性，以后再读可以加深你对这方面信息的理解。在奥野宣之看来，列出读书清单的目的是抓住一切我们想要读书的愿望，不错过每个让自己读书的机会。如果你有列读书清单的习惯，那可以时时翻看，鞭策自己去读更多的书。读书怎样加深理解、深入思考？首先，你要带着目的去读书。有作家曾说，最好的读书是能把书里面的内容像讲故事一样讲给别人听。这句话的重点是，读书一定要有内容输出，所以决定读一本书之前，应该以内容输出为目的，做读书笔记便是一种简单的内容输出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思路，那可以在阅读之前先去看一些书评，看看别人对于这本书的感悟，找到你比较感兴趣的点，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书。其次，一定要做读书笔记。之前我也不喜欢做读书笔记，觉得这不光浪费时间，还会降低阅读兴趣。但今年因工作要求，我必须每周读一本书，然后再写一篇文章分享给读者。因此，在读书过程中，我会特意留意那些能打动人心的内容。读完后再写一篇文章，把观点重新梳理一遍，加深自己印象的同时，对于书的内容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畅销书作家灰姑娘也曾说，很多道理心里明白是一回事，写在纸上又是另一回事。当你把它写成文章落到纸上，你会突然一下子反应过来说，这些道理在你的身体里形成了一种脉络，形成了一个体系，那你会更清晰地认知到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力是怎样的，感知力是怎样的。如何有效阅读一本书中，奥野宣之还分享了自己制作读书笔记的方法。葱为火锅式，很多人都知道写读书笔记的重要性，但大部分人无法坚持下来，是觉得写读书笔记太繁琐了。相对来说，葱为火锅式读书笔记要平易近人很多。具体方法如下：在阅读过程中，对于那些能打动人心的内容进行标记，读完后再重读标记内容，并把依然能打动你的内容摘抄到读书笔记上，再在摘抄的句子下方搭配你的感想，它为什么打动你？读到这句话时，你想到了什么？或许有人说，什么年代了还摘抄？摘抄不一定是手写，也不局限于写在纸质笔记本上，写在在线文档上，发在朋友圈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摘抄加感想这个过程。比如我就在用石墨文档做读书笔记，偶尔也发微博做读书笔记。同时，奥野宣之认为，对于摘抄的内容也要做筛选。书中是这样说的：读过一本书以后，对书中的内容感同身受，不然让人心情愉悦，但这也代表这次读书没有给你带来新的东西。相反，
如果一篇文章颠覆了你之前的想法，使你的认识发生动摇，在抄写和重读的过程中，仍然会让人信服，或是感觉震撼，这种文章才是值得摘抄的。另外，自己的感想也一定要真实，不管想到什么都可以写下来。对任何事情来说，只有长期坚持才会带来质的飞跃。写读书笔记也是这样，实在无话可写，记录下你读书时的环境、地点、感受也是好的。读书笔记就像日记一样，一旦停止就很难恢复。如果搁置很久，重新开始做笔记时，就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感。可能你刚开始想的是我就休息1天，接着你就会休息越来越长的时间，直到放弃这个习惯。因此，一旦开始了，就不要给自己借口停下，试着把记读书笔记当成刷牙洗脸一样的事情，是非做不可的事情。人们常说读书可以改变命运，但我觉得，如果说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概率有10%，那读书加读书笔记的阅读方法改变命运的概率能达到60%。关注读者，感恩遇见。